好，回到節目現場，繼續跟3位專家來探討更多地緣政治的熱門話題哦。我們來看美國跟加拿大美加共和體，過去說他們兩個是這個被認為最鐵桿的兄弟之邦哦。但是呢，自從川普總統第2任期開始以來哦，就開始關係惡化了。因為呢，這個川普不斷對他們的北方鄰居啊是冷嘲熱諷、羞辱至極。那加拿大也可以說是不冷嘍，他們最近做了一個動作。100年來首次兵推的假想敵，竟然是美國他們來模擬美軍如果一旦入侵加拿大該怎麼辦？要知道這個美國跟加拿大的距離啊，幾乎是連在一起的，雙方的這個邊界啊，是世界上最長的不駐防的邊界，高達了8900公里啊，可以說是一個無從防守的狀態。所以一旦美軍往北大舉壓境的話呢，加拿大人自己也知道，他們可能一些重要的據點在2到7天之內就會全面淪陷了。那這個加拿大軍隊怎麼打呢？他们可能就要參考過去啊這些中東對抗美軍的方式啊，打一些游擊戰啦，打一些無人機戰啦，做一些這種不對稱的消耗，讓美軍的據點呢付出比較高額的代價去做。好，這一次模擬美軍這個入侵的劇本哦，然後大家都覺得很不可思議。不過加拿大此時端出這樣的兵推，是就很明顯啊，就是要反擊川普最愛講的"你是我們的第51州"這樣的一個戰略示威嘛。那張教授怎麼分析加拿大此刻端出這個假想敵兵推的一個說法？因為這是第一次，因為加拿大一向是沒有天敵，它跟這個唯一的鄰國就是美國。它跟俄羅斯在中間還隔了一個美國的阿拉斯加，那跟其他西方國家還隔了一個格陵蘭呢，那就是一個南邊的美國。那邊界又那麼長，人口又那麼多，4100萬人口算蠻多的這個國家，而且這個國家是世界上第2大的土地面積，大概980萬到990萬，998萬平方公里，世界第2嘛，就僅次於俄羅斯，那麼大，結果美國要吃它，因為美國講那個川普有說要讓我這個加拿大被美國第51州啊，我認為要參考的指標是格陵蘭。格陵蘭，我認為會有先後次第。格陵蘭比較好拿，因為格陵蘭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是1平方公里那麼大，不到1個人，大概就是1平方公里只有0.3個人，太冷了啦，地廣人稀嘛，那比較好解決，先解決容易的，再解決困難的。加拿大4100多萬怎麼弄？而且加拿大的面積，土地面積比美國還大，美國980萬，加拿大998萬平方公里，是不是這麼大？所以我認為有3大困難。第一個大困難就是法律問題，因為如果美國要對加拿大動手，違反聯合國公約，是不能以武力作為擴張領土的憑借，這個講得很清楚。第二個國際法，不可以啊，你這個會拿武力呢。所以加拿大現在第一次把美國列為假想敵，從來沒有，因為加拿大沒有天敵，第一次。那接下來要課題，就課美國，因為美國要把它併成第51州，所以我認為第一個是法律的問題，國際法跟聯合國公約。第二個，我認為它是大英國協，大英國協總共56個國家成員體，這個加拿大也是其中之一。那其他的55個國家會不會聲援加拿大？當然聲援加拿大。英國也是大英國協的這個是大老闆，對，宗主國嘛。澳大利亞也是啊，都是大國家。印度也是大英國協，國家大不大？體量大不大？大。那這個他們會不會出來聲援？當然成員了，因為大英國協不聲援大英國協，誰是聲援大英國協啊？所以我認為大英國協的力量會出來，這個力量大。這56個國家跟經濟體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人口非常多。我認為會給美國形成壓力，一個制約，叫美國不要輕舉妄動，一定要讓它達成美國第51州。我認為第3個時間的先後的話是，如果格陵蘭對川普來看容易到手，對，加拿大就要危險。我都那麼容易。那個格陵蘭216萬平方公里，當然人很少，就57000人，我觉得那麼很容易到手了。它也是大家都說違反聯合國公約跟這個我們所講的國際法，不一樣到手啊。那加拿大想的，那又比照辦理了，是就講先後次第，存亡此寒，這種邏輯是這樣的。所以我認為，如果很難拿下格陵蘭，加拿大相對的比較安全。你看那個人口那麼少，你都還搞不定。是我人口4100萬，你還搞得定嗎？就會這樣的。加拿大最重要，它並沒有天敵。你要知道，4100萬人口，加拿大的軍隊總共也只有陸海空軍67000人。那非常少嘛。你看看，它就幾乎不設防嘛。沒錯。對，它同樣的也是跟美國一樣，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唯2
不在歐洲的，對，一個是美國，一個加拿大，就兩個，沒想到兩個打起來，真的，這個很難思考的，沒錯。所以他認為格陵蘭的併吞的時間的先後跟容易的程度，我認為是要去，就是做一個指標，也做一個我們講的停損點的一個參考物。是。好，剛才張教授跟我們分析哦，過往可以說是沒有天敵的加拿大，現在最大的天敵一定就是川普了。沒有想到川普第2任期上任以來，讓加拿大人產生了這麼大的，我們不要說亡國感啊，但是危機意識是更勝以往的。好，那我們腦洞大開一下，這次的這個美加兵推圖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末日劇本，竟然是加拿大官方自己提出的，這個發展情節堪比小說啊！它最精彩的就是莫過於剛剛有提到的英國，還有它的這些大英國協的國家，包含了法國這2個老牌的強權呢，會對加拿大來伸出援手。那英國我們都知道它是加拿大的宗主國嘛，現在加幣上面都還印有這個英女王的肖像，這就不用多說了。那法國也曾經殖民過加拿大，我們看到在東邊，像魁北克、渥太華都是講法語的法語區，所以現在英法的這個武力介入的劇本還不夠狂，它設定了一個北約內鬥的一個設定哦，甚至雙方會打到後面，可能動用核武來互相威脅。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離譜，有點像是好萊塢劇本的這個劇情了。但是從地緣政治上，一旦美國你不再擔任這個北美洲的保護者，加拿大過去很多是你軍事軍在保護，你現在反倒成為了一個侵略者的話，那麼歐洲、北約還有加拿大的安全保障該怎麼來做？李將軍。我們如果從地緣戰略來講的話，全世界這個就地緣來看，最安全的國家是美國哈，他可以說沒有敵人，他除了自己歷史上面他自己的南北戰爭之外，他幾乎沒有被別的國家發動過戰爭，第1次、第2次世界大戰都沒有打到美國去哈，那一直到第2次世界大戰到現在，他也沒跟別的國家發生這個沒有被別的國家入侵到美國，那為什麼呢？因為他這邊是大西洋，這邊是太平洋，上面是一個國家叫加拿大，是跟他盟邦，而且是一個弱國。南邊是這個墨西哥，也是一個弱小國家，所以他在中間他是最安全。也因為他2次世界大戰他都沒有被打到，所以他可以利用2次世界大戰積極發展他的軍工產業。所以在2次世界大戰以後，他扮演一個角色叫做世界警察，然後維護全球的一個這種和平跟安全，組織公道。但是你很難想象到，說是他本來扮演叫世界警察，結果這個警察居然轉身變成強盜哈，然後到全世界各地去掠奪，而且是掠夺他自己所保護的這些盟國國家。我們看到第一個是格陵蘭嘛，最近這個川普來講揚言甚至於不惜要用武力奪取格陵蘭。然後第2個來講，他將羞辱加拿大，將加拿大列為第51州哈。南邊來講，對於他自己的南邊這個國家，委內瑞拉也動用龐大的軍力去奪取。他不但動用軍力，而且他用政治經濟上的力量，也對於這些國家實施掠奪。我們看到他所謂的關稅政策哈，你們只要不聽話，他的關稅大棒就揮出來。甚至於在前2天，在這個達沃斯論壇上面，這法國馬克宏只是講了一句反對他的話哈，這不願意參加他的所謂和平的協議的國家，他馬上說你不參加我就磕你香檳酒，我就磕你200%的關稅。所以我們很難想象，當一個你認為會保護你的這種國家，現在反身過來變成侵略你、霸占你的國家，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就是加拿大現在這種處境。當然，加拿大這次覺醒，我覺得也是很清楚。當然，你就必須這個雖然說這種情景發生可能性，像好萊塢電影一樣，幾乎是不太可能。可是你也不能說完全排除。你說在這個拜登時期，拜登之前，我們也很難想象說是這個會出一個川普這種總統硬要搶奪格陵蘭哈，然後你也很難想象說北約總共8個國家派了軍隊雖然說只有34個人，也要去保護格陵蘭。然後面對的假想敵居然是美國哈，所以這個以前沒有辦法想象的事情，但現在確實都發生了。那你說加拿大這個有一句話叫做"國無這個強國外患者恆亡"，那加拿大有這種國家安全的警覺是對的，法國跟這個英國哈這些國家有這種警覺是對的，你很難保證說哪一天美國真的就侵略了他們。當然，我們以前都認為加拿大這個不只是這個美國的盟友，甚至於他在北邊來講，他幫美國當盾牌嘛。我們講說北美防空司令部就是防止這個蘇聯的導彈從俄羅斯那邊飛過北極，
打到美國，所以他必須要用加拿大來當他的人肉盾牌。那現在如果說川普自己将自己的这種盟友推到戰爭邊緣，甚至於加拿大不惜用兵推來這個把美國當作一個假想敵，我覺得以美國本來有很好的地緣戰略的位置，那純粹就是川普基於個人一己之私了哈，他想要當世界的皇帝哈，他然後忽略了除了軍事之外，你應該跟友邦這些國家在外交上面，在這個政治上面取得一個和諧合作，這樣才可以確保你自己國家的安全嘛，而不是你要用武力去侵略他國，用經濟的力量去掠奪人家的國家，然後造成這些本來是你的盟邦國家現在對你反感。所以我覺得川普這個舉動哈，這個加拿大這次的兵推，很明顯的川普將自己哈這個樹立了原來是盟國的，變成樹立了敵人。是，好，相比於剛才這個至暗時刻最壞打算的末日兵推的劇本呢，我們接下來討論這個四方制衡會不會是一個比較務實、現實的路線呢？那就是加國總理卡尼他說了，當規則不再保護你的時候，你必須保護自己。他也呼籲，像是英國、法國、德國、澳洲、印度、墨西哥等等這一些這個 middle power 中等強國呢，大家應該一起來跟加拿大結盟，團結起來拒絕在現在世界有點三分天下，有美國、中國、俄羅斯三個超級強權主宰的一個情況下呢，選擇站隊他們要團結起來，組成一個第四股的全球勢力來抗拒這個拉橫，那避免呢成為這個美中俄三強的這個刀俎下這些小國都只能淪為被人家任人宰割的魚肉。好，這個話說得很豐滿，但是現實還是蠻骨感，尤其是從你加拿大說出來的，因為加拿大有非常大的經濟都是依賴美國，國防的裝備、衛星的情資，乃至你的文化、娛樂等等，都跟你這個南方鄰居方方面面是高度這個綁定在一起的。所以你說要擺脫超級大國的保護傘，說得很好聽，但實務上是有可能做到的嗎？楊老師，當美國不再保護你的時候，你就靠你的實力來保護你自己了。其實卡尼講的意思就是如此。是，那加拿大是它的貿易出口70%是前往美國，對，那前往中國是第2位。但只有個位數，大概7%左右，所以他這次到中國大陸去，等於是開創了一個8年以來加拿大總理訪問中國大陸，也開放中國大陸的電動車進口，那被盧特尼克罵愚蠢。那事實上，盧特尼克代表的美國的企業才緊張了，因為美加之間的這個邊境我穿越過，那基本上就好像沒有太多的這種障礙，它還是有一個關卡。對美國人而言，根本就好像只是走過一個門。對有美國簽證的而言，也只不過是多看一眼。所以實際上雙方雖然加拿大的出口70%到美國，換言之，美國依賴加拿大來的一些東西，你看一些項目，那個依賴度很高，那不完全都是一些就是勞力密集的產品。那加拿大對美國的投資也是外來投資的 No.1， 所以實際上這個川普並不是那麼容易做一刀兩斷的切割，而美國的民眾企業事實上也會做怎麼樣的調整。我覺得那個衝擊不會這麼大，至少在經濟的層面。那至於呢，在安全的層面，我也不認為美國會去打加拿大，美國現在都不敢打格陵蘭了，怎麼會去對加拿大動武呢？那更不要說核武的威脅對加拿大，其實一直在冷戰的時候很緊張，因為它等於算是美國的一個連結。但是現在呢，其實我覺得他並不是那麼擔心。當然，並不擔心，並不代表沒有危險，也並不代表不要準備。所以他就在希望說，在歐洲國家我們要組成一起，能夠組成一起嗎？連歐盟都不是一個國家了，你加拿大也不是歐盟，英國都退出歐盟了。不過在這一次格陵蘭的這個問題上，英國這幾個主要的國家，歐洲這幾個主要國家是表現了一致的行動，比如說一致抗拒川普，一致沒有參與到這個加薩的和平委員會。那可是呢，這也只不過是在外交上，你真的要比實力的時候呢，他們還是跟一個單一國家，像是中美俄，那還是沒有辦法比較的。所以這些國家呢，它是可以在外交上做聯盟，經濟上做更進一步的結合跟開放。但是要進入到軍事層面呢，要考慮到他們的地緣政治跟他們的智慧，以及大國對他們的態度。所以最好
這方面要謹慎。可是呢，在經濟跟外交上，我覺得他們抗拒大國之間的聯盟，就像卡尼所說的，他說要以價值觀為本的現實主義，那這個就很清楚了。也就是說，在中美之間要懂得平衡了。是，所以卡尼也是一个聰明人啦，懂得在被美國壓迫的時候呢，要找尋第二個這個保險措施來建立比較好的關係。好，下段節目呢，我們還要探討川普他對格陵蘭打的如意算盤，剛才講了很多，可能可以作為加拿大的前車之鑑嗎？以及中國大陸現在最新的晶片話題，我們待會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